林功夫和泰拳在實戰規則下到底誰更能打？這場比賽，少林功夫的代表便是58歲的實戰派武僧釋延滋。曾苦練30年少林功夫的他，早將少林功夫練到了爐火純青，巔峰造極，更是練就了一身的銅皮鐵骨。不說刀槍不入，但是一般的拳腿功夫还真傷不到他分毫。雖說已經53歲，但卻有着23歲的身手。我們看，在和外國總統級保鏢切磋的時候，他以一敵二，也絲毫不落下風。像徒手劈磚頭、胸口碎大石、喉结頂鋼槍他也完全不在話下。我們再看這場比賽，泰拳的代表便是38歲的泰拳6冠王阿顿·彭查拉奇。此人在泰拳界的身份和地位相当之高，就連拳王波球见了他也要叫聲师叔。而且阿顿·彭查拉奇9歲就開始打拳，是一個真正身經百戰的老將。本場比賽少林功夫對戰泰拳，看一下實戰規則下到底誰才是最能打的武術。少林三手。这个。一记迎击。旁边很多人在提醒你。对，释延滋一定要注意保護頭部。對，又是一個前腿的鞭腿，側踹，手還是要拿高一點。雙方今天是38歲對戰58歲但是看起來怎麼感覺泰國選手更像是58歲呢？我們看阿頓·彭查拉奇，他的雙手非常的鬆散，中門大開，只要我們的釋延滋師傅一出手，基本上都能夠打中對方。做好頭部的防護，漂亮。當然，這個東西在今天的比賽當中是不得分的但是不得分得勢在1、2招之間也能看出來這個武術的風采。對。我們看泰選手這一階段的拳腿的力量加上來了。又是一記的勾踢。剛剛的這個腿法是釋延滋比較擅長的少林掃帚腿。當然了，這都是小活釋延滋最強的還得是他的少林72絕技，包括他的金鐘罩鐵布衫。其實這也是我賽前最擔心的一個問題，一旦挨到對手的這種重拳重腿的話，好，第一回合結束。在第一回合，相信觀眾朋友們看的都是非常清楚的。58歲的釋延滋在整體局面上來看真是全方位吊打對手。而這個泰國的6冠王阿頓·彭查拉奇他還有點不太服氣他呢很想展示自己的抗擊打能力，和釋延滋比上那麼一比。但是結果顯而易見，他很不抗打，而釋延滋雖說已經58歲，但功底還在金鐘罩鐵布衫依舊非常的強硬。好，我們注意看場邊休息的阿頓·彭查拉奇，38歲的年紀這頭髮都快沒一半了。照這麼發展，我覺得不要打拳了，乾脆來少林寺出家當和尚，剃髮都省了。漂亮，上來就是一個鞭腿加一拳。機會。裁判這時候及時衝上來，開始給對手讀個八。其實我覺得這裡裁判的讀秒有點早了，如果再給釋延滋個2、3秒，恐怕現在對方已經躺在地板上，已經是不省人事了。好，還能打，對方還想堅持。這是要加強拳法的進攻。連續的鞭腿。漂亮。我這一看，觀眾朋友們，這阿頓·彭查拉奇這是昨天沒睡好這是困了。到比武的擂台上，我們看他是比賽結束，這場少林功夫和泰拳之間的較量結束了。阿頓·彭查拉奇他再也站不起來，而釋延滋也是一臉擔憂，畢竟是出家中人嘛，他也不想傷人。能看得出來，釋延滋他應該在比賽當中已經是有點手下留情了。我知道上一場比賽呢，可能打得有些過於輕鬆了，有些觀眾朋友們會提出質疑，說這太輕鬆了，是不是對手實力不行啊？那接下來釋延滋的對手是一個20歲剛出頭的黑人選手對方正值
巔峰时期，而且打法凶狠。看一下释延滋这一场比赛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别眨眼。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18登峰造极，五极天下。这是七国拳王争霸赛，我们在天地之中河南登峰为您奉上这场比赛。那么本场比赛呢是一场男子80公斤级的超级战，南方选手是来自坦桑尼亚的盖博瑞，红方选手呢是名副其實的一位少林老将，林10代武僧第一人释延滋。延滋師傅的這個力量非常大啊，這個非常穩健。這場比賽我們看釋延滋打的是相當的激進，依舊是以推法進攻為主。哎，飛踢，哇，這一腳，哇，直接把對方踢出2米多遠。好，站起來還能打。他比南方選手，也就是他的對手蓋博瑞要整整大上21歲啊！好，打到了。看看剛才，好，比賽結束啊！比賽結束，非常意外啊！這個太意外了。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只用時不到1分鐘啊，42秒，用他的少林鐵掃帚腿啊，又一次 KO 了對手，比上一場還要快。不是這兩個人實力太弱，而是我們的少林武僧啊釋延滋實力太強。我並不是一味的吹噓釋延滋啊，觀眾朋友，他都53歲了，能有這麼強大的本領，我覺得，這已經很值得我們尊敬他了。好，看對手表情相當痛苦了，這種表情觀眾朋友們絕對裝不出來。好，恭喜釋延滋獲得比賽的勝利，同時十分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有什麼想說的，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
開場就被凌空抽射踢倒在地，全場的韓國觀眾都激動到站起來鼓掌。武僧一龍一臉的生無可戀，而韓國主持人更是當眾煽風點火。好好親家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接下来認真比賽的武僧一龍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大力金剛腿，踢得韓國選手屁滾尿流、哭爹喊娘，甚至當众尿濕了褲子。這一幕看得韓國觀眾一臉蒙圈，他們無法相信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這個將武僧一龍踢倒的男人名叫閔永珍，自稱是韓國第一神腿。在比賽還沒開始之前，就嘲諷我們中國武術和中國足球一樣不堪一擊，還稱韓國的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武術。在我看來，中國功夫就像中國足球一樣不堪一擊。我將會證明跆拳道的強大。而這場比賽，觀眾朋友們，迎戰韓國第一神腿的選手便是我們的少林武僧一龍。我知道有很多人說呀，说一龙是什麼假和尚啊，說一龍是個騙子，說一龍啊沒本事。但是觀眾朋友們，此時此刻我們可是來到了韓國首爾這個棒子國，所以說呀，我們必須要齊心協力，一致對外，更何況對的還是韓國人。要知道，觀眾朋友們，韓國人曾經可是口口聲聲說我們的少林功夫是韓國發明的，這誰忍得了啊？真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此時此刻，在韓國人的襯托之下，我看武僧一龍是越看越順眼吶。杜了哪裡呀？棒子國呀！这种客觀的因素所干擾，繼續全身心的投入比賽。武僧一龍這種抗擊大能是非常強大。儘管我們看到這個閔永珍用他這個跆拳道的什麼旋踢動作啊，包括掃踢動作了、橫踢動作了，但是在武僧一龍面前一一化解。要知道武僧一龍這個抗擊大能力啊，我就跟你講，你在啟動的時候，啪一個近身，原來你閔永珍。對手只是擊倒了一龍一次，而現在觀眾朋友們，一龍是成百上千次的在還給對手。雖然說一龍呢，他是名聲在外，有好有壞啊，討厭他的人有很多，但是觀眾朋友們，這討厭啊也得分場合。在韓國人面前，我看武僧一龍啊，那也是眉清目秀啊，那也是英姿�颯爽，那也是威武無比啊。好的，跪下來，跪下來就對了。讓你囂張什麼韓國第一腿？我看你是韓國第一瘸腿吧。這個封堵動作。此刻，台下的韓國美女觀眾啊，都心疼得不得了，因為這個閔永珍在他們的心中啊，就是男神啊，就是偶像。但現在他們的偶像閔永珍啊，都快被武僧一龍打成嘔吐的對象了啊！照這麼打，不吐啊，想不吐啊，都難啊！趕緊站起來，但是裁判也是更快啊，趕緊過來說我要讀秒。這才是武僧一龍一臉生無可戀的原因。好，韓國的選手閔永珍，他的身上沒有任何鬥志的感覺，而你看一龍，雙眼當中充滿殺氣。上武僧一龍更加全面，我們看到這個閔永珍，你雖然練跆拳道，你只有用腿法進攻，但是你這個上三路啊，他只有腿法。而這個家伙雖說有腿法，但是啊，他在一龍的面前，他的兩條腿就像他的褲子一樣啊，兩根麵條軟的不行。一隻活脫脫的軟腳蝦呀，這是。던지고요. 무릎 공격. 브레이크인데 그렇죠. 하이킥 슬그머니 뒤로 피하고 있는 민영진. 민영진 선수는 항상 자기 오른쪽으로 크게 돕니다. 지금 이미 现在閔永珍已经不像在第一局比赛裡面利用什麼後旋踢啦，旋風腳啊，對不對？橫踢動作已經沒有了。現在場上完全被武僧一龍牢牢的控制着。킥복싱이라든지 태용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說這場比賽真的是大快人心，上一秒這幫韓國的小棒子還在興奮慶祝，下一秒就被武僧一龍的大力金剛腿踢的是屁滾尿流。那屏幕前的您覺得韓國跆拳道和我們少林功夫啊，和中國武術到底哪個更強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你過來啊！我聽說少林寺的鐵頭功很硬，但是我認為我的拳頭會更硬。明天我會3拳打爆少林武僧的狗頭，證明我的實力。
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真正的少林武僧殺入到日本的一場精彩對局。由於近2年日本人實在是越來越猖獗啊，大張旗鼓地表示說日本武術是天下第一啊，是中國武術的老祖宗。觀眾朋友們，我們經常聽說啊，這個孫子像爺爺，但頭回聽說啊，這個爺爺像孫子啊。哈哈。好，注意看眼前的選手，他個子不高，長得也不是很壯，他就是年近50歲的俗家武僧玄鐵。而眼前的小子便是日本的名戶仁志，他非常的年輕，才24歲啊，非常年輕。小比赛前你也看到了，这個小日本子啊，對我們中國武術，我們的少林功夫啊，提出了質疑，並稱自己的拳法可以3拳打穿少林鐵頭功啊，你沒有聽錯，哈哈。哇，敢挑戰鐵頭功，你還頭一個。哦，注意看我們的武僧玄鐵還真不做防守啊。為何叫玄鐵啊？因為他的抗擊打能力很強啊，金鐘罩、鐵布衫還有鐵頭功，他練的是爐火純青，巔峰造極。所以說我們看呢，他在打拳的過程當中啊，雙手放得很低，中門大開，任對方隨便打。我們看武僧玄鐵，他的確是穩度十足，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啊。反觀看這個小日本子啊，則是毛手毛腳。現在對手已經慌了，因為他發現呢多次的有效進攻啊，根本沒效果啊，根本打不動。赛前牛皮吹得很響，但是現在我們看啊，我們少林武僧呢把腦袋露給他，他都不敢打。好，連吃對手3拳，但是毫無反應。實際上，我們真正的少林功夫啊，都是這麼厲害啊！只不過近2年有些假和尚，比如說什麼一蟲啊、一貓一狗，在國際擂台上壞了少林功夫的名聲。要不然啊，我們少林功夫在前些年20年前那是享譽世界，很多老外也會來中國來學習。哦，爆肝拳！哦喲！不止抗擊打能力強，拳法也不錯。一次讀秒送給這個小日本子名戶仁志。對方搞了一個地龍溝髮型啊，搞了4個龍溝。他是要幹什麼？是要在腦袋上種土豆嗎？還是種地瓜？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您覺得這位武僧玄鐵的表現如何呢？已經50歲了，我覺得雖然說身體上來看啊，不是那麼協調，不是那麼快了，哦，但是抗擊打能力和這個距離把控啊，還是一流的。你沒有看錯啊，這都是日本的美女。哦，發現這個日本女性比男性要高啊，觀眾朋友們。好，比賽來到第2回合，看一下雙方的精彩表現，精彩對局。作為一個少林弟子啊，他敢只身一人啊來到日本來切磋啊，來弘揚中國武術啊，說句實話，我是非常佩服他的。玄鐵在年輕的時候啊，也是一個叱咤風雲、橫掃武林的狠角色，所以說呢，他也是膽子比較大啊，膽大心細。哦，又是爆肝拳。連續的爆肝讓這個小日本子腹部啊已經有些發紫了。武僧玄鐵被對手逼在了角落。哦，隨便打。
这个小日本子拳速的確不慢，但是準頭的確是不強。賽前他表示可以3拳打穿少林的鐵頭功啊，但是現在我們看呢，我覺得給他300拳啊，他都未必能擊倒我們。好，這下沒關係啊，這只是普通的一個滑倒。好，注意看時間，第一回合還有最後不到1分鐘的時間了。对手做了很多沒有意義的高鞭腿啊，白白的浪費體能。哦，而且我們看他的大腿啊，已經是他的左腿已經是像個大茄子一樣腫了。好，第二回合比賽結束，2回合的對決已經讓這個小日本子名不人知啊，懷疑人生了。賽前牛皮吹得響當當，那麼現實給了他一個重重的一個大巴掌啊，一個大逼兜。現在的確日本人總說呀自己是什麼什麼天下第一，而韓國人啊都喜歡說什麼什麼是自己的原創，自己發明的。這兩個國家都是人才啊，哈哈，都挺有意思的。好，最後一個回合，看一下武藤玄鐵能否拿下這場對局。實際上，持久戰對於武藤玄鐵來講呢是非常的不利。那無論怎麼說，當年有多麼厲害啊，如今就50歲了，跟一個20歲的小伙子打。所以說呢，吃虧啊和持久戰肯定是要吃虧的。哎呦，什麼情況？哇哦！觀眾朋友們注意看日本選手小鬼子，哎呦，這個鼻孔怎麼紅了？一臉的狼狽，和賽前吹牛的那個小子啊。這是一個人嗎？好，最後1分半的時間，我們看武藤玄鐵連續，哦，我們看左手都已經不打起來了。哦，這個左手是不是受傷了呀？哦，武藤玄鐵示意對手隨便打。哦呦，再打！哦，硬扛3拳，你不是囂張說3拳打爆我的腦袋嗎？給你機會，你也不中用啊！剛剛是真的給到對方一個機會了，結束了，看情況應該是起不來了，一個後手中炮，哇，太精彩了！好，觀眾朋友們，這場少林武術大戰日本功夫的比賽終於迎來了結局，讓我們恭喜這位少林武僧玄鐵啊，不愧是少林寺真正的武僧。50歲依舊非常強勁。好，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今放送席現在のクラスのチャンピオン佐々木大蔵選手が選手をピンとしてモニターを見つめております。今までで一番背筋伸びてますよ今。效率哦！我的天哪！实在是太快了，電光火石之間。少林最強武僧失手殺生，一拳打爆外國選手太陽穴，瞬間猝死擂台，嚇傻裁判。他是嵩山少林寺的鐵腿神僧，就連武僧一龍見了他都要叫一聲師叔。他將少林功夫練到了爐火純青、巔峰造極的境界，腿部的爆發力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憑空便能跳起3米多高。不管你是哪國的精兵強將，還是世界拳王，只要你敢來少林寺踢館，你只能爬着走出擂台。
希望对方能夠說到辦到。如果说我是一虎的教練，我会跟他說，你不要打那么多没用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打你的摆拳，2个摆拳呼起来，然后呢不要低扫踢一踢，是吧？动作单一一点，因为你的体能可能会有一定的吃亏，因为他体重他的肌肉量比较大。哎，很好很好，漂亮，4个大摆拳打得非常棒啊！我觉得一定要再稳一点，再打準一點啊！很明顯，這個薩克爾背靠龍網已經被武僧一虎的氣勢所嚇到了。在來中國之前，他認為泰拳是世界上最牛最硬的拳法，但是現在我們看，他只敢背靠龍網畏畏縮縮，因為我相信他能清晰地感覺到吃到武僧一虎的重拳有多麼慘。實際上，武僧一虎最拿手的不是拳法，而是腿法，但是這個泰國選手薩克主動要求你不可以用腿法。好，注意看，哎呦，神猴上樹，哈哈，神猴上樹來了，對方就像一個猴子一樣，距離還是很大的啊，稍微差了那麼一點點。我們少林功夫還是可以的啊，我們覺得我們中國的選手就是在讓我這裡，在之前我一直對少林功夫可能有一些，KO 了，讀秒了，對，好打 KO 了，7，看看能不能站起來，這是機會，這是個機會，擺拳打起來。哇，擺拳2個擺拳，4個，又中5個，漂亮6個，又一次，泰國選手太能卡了，我覺得應該有問題。觀眾朋友們，已經連續2次擊倒了對手，少林最強武僧果然是名不虛傳。我們看薩克已經不行了，實在不行，你乖乖的把800萬趕緊交出來吧。要不然我覺得你可能小命不保啊！又2個擺拳，又一次，完了 KO 了！好，觀眾朋友們，徹底 KO，讓我們恭喜武僧一虎，太精彩了！連續3次幹倒了泰國拳王，獲得了800萬，恭喜武僧一虎。